每日中文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林珊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王老师，自从上次遭遇了社死现场，我回去想了想，只要我不开口说话，我就永远不会犯错，永远不会丢脸了。哈哈，原来是这事儿啊！你这个策略确实完美，但也让你变成了哑巴中文。林珊，你知道吗？在学语言的路上，不犯错才是最大的错误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来聊聊，别怕丢脸，如何把错误变成你的进阶阶梯。可是老师，犯错真的很尴尬耶。上次把水饺说成睡觉，我现在都不敢去那家餐厅了，我觉得我的面子都丢光了。说到面子，这确实是中国文化里一个很有趣的点。中国人很讲究面子。对呀，所以如果在大家面前说错话，不是很没面子吗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对于外国人学中文，中国人的包容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真的，你想想，如果你听到一个老外说：“你好，我吃饭”，你会嘲笑他吗？不会，我会觉得他很可爱，很努力。对呀，在中国人眼里，你就是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大宝宝。谁会嘲笑一个牙牙学语的宝宝呢？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厚脸皮。厚脸皮？没错，这是学好口语的超能力。脸皮薄的人永远学不好外语。你要告诉自己，我就是来犯错的，犯错就是我的作业。犯错就是作业，这句话听起来心里舒服多了。但是老师，光脸皮厚也不行啊。如果我一直错下去，变成了习惯怎么办？问得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，如何从错误中进步。这里有一个3步纠正法。快教我，我要拿小本本记下来。第一步，察觉，你要知道自己错了。可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啊。所以你需要一个反馈机制，你可以观察对方的表情。如果对方皱眉、愣住，或者说啊，那就是你犯错了。那如果对方很礼貌，假装听懂了呢？那就用第2步，确认。你可以学会这句万能金句：我刚才说的对吗？或者更简单一点，是这样说吗？哇，这句好实用，这样对方就会帮我纠正了。对，当对方纠正你之后，一定要做第3步，复述。像鹦鹉一样重复一遍。是的，比如你把水饺说成了睡觉，服务员纠正说是水饺，你不要只说哦哦哦，你要马上大声重复3遍，水饺，水饺，我要水饺，这样你的肌肉才有记忆。明白了，察觉、确认、复述。我们来个实战演练吧。林珊，我想考考你，你想对我说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， 中文怎么说？这个简单。王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林珊，请自重，我有女朋友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想 ask 你呀。哈哈，你又掉坑里了。问和吻，你刚才说的是我想吻你。天哪，这是什么限制级的错误？太社死了。哈哈，你看，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声调错误。来，用我们的3步法。第一步，你看到我的反应，惊恐，你知道错了。第2步，你该说什么？我该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想说 ask， 是这样说吗？对，那是问，去声，像刀子砍下去一样。问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很好。第3步，复述。问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不是吻你。非常棒。你看，经过这个尴尬的笑话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问和吻的区别了。这就是错误带来的红利。真的耶，虽然刚才脸红了，但是印象深刻。老师，除了发音，我还经常用错词。比如我想说 I am boring，
我经常说成我很烦。哦，这个也是经典的错误，无聊和烦。如果你说我很烦，意思是你在生气或者心里不舒服。难怪上次我跟朋友说我很烦，他吓得不敢说话了。哈哈，面对这种词汇错误，我的建议是不要怕说的笨。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精准的词，就用简单的词去解释。怎么解释？比如你忘了无聊怎么说，你可以说我现在没事儿做，我不开心。对方就会告诉你，哦，你是觉得无聊。懂了，就是曲线救国，用我知道的词去描述它。没错，林善，其实学语言就像打怪升级，每一次犯错都是在打一个小怪兽。你不能因为怕被怪兽咬一口就不出门练级了吧？老师的比喻总是这么生动，我现在觉得脸上的胶带可以彻底扔掉了。是的，哪怕说的支离破碎，只要你能传递信息，你就赢了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因为怕犯错而不敢开口的时候？或者你们有没有犯过像问和吻这样好笑的错误？别藏着掖着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可爱错误。记住，你的每一个错误都是通往流利中文的一块砖。既然我们已经敢开口，敢犯错了，那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该找个人练练手了？没错，但是找谁练呢？这就是个大学问了。是啊，我在街上随便抓个中国人练，会不会被打？哈哈，大概率不会，但效率低。下一集我们要聊聊如何寻找完美的语言伙伴，以及如何利用身边的环境沉浸式学中文。这正是我需要的，我也想找个能陪我聊八卦的语伴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脸皮厚一点，进步快一点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